都说日本农村比城市更好玩，到底是不是这回事儿？本期视频我们将前往日本农村长野县，探访两个地方：伊舍和安唐野。日本农村给我两个感觉，一个是特别干净，一个是他们种东西的匠人精神，对于水质有着严格要求。这就理解了日本的水果和蔬菜，甚至大米，价格卖的都不低。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的日本农村之旅。Hello， 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日本旅行。我们平时在日本坐电车的时候会看到窗外的农村的风景特别的漂亮。你们好不好奇在日本农村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据说日本的乡下要比城市里面更好玩。今天我们就前往日本的一个乡下，算是比较漂亮的一个乡下地方——日本的长野县。先坐车到下京市，然后再转到新立木，在新立木再转一个 JR， 然后到高崎，从高崎我们坐新干线到达长野，再到长野车站再坐一辆 JR 到达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地，叫伊势。你们是不是听都听晕了？今天坐电车的所有的费用预估是要5000多日币，也就是折合人民币的250。还有日本电车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价格差别很大，有些是特快的，有些是新干线，就是你们要分清楚了。如果你们想省钱一点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价钱和时间，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当然喽，今天我们到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已经是可能是要晚上的9点10点左右。但是我今天晚上坐的青旅非常的特别，所以你们还是不要错过哦，继续往下看。先欣赏一段电车田园风光。每次我在拍摄一些美景的时候，比如说日本农村，然后就会有杠精在说啊，咱们中国的农村更好看，咱们中国哪的梯田非常好看。我只是在看世界而已，并没有说去哪里和哪里做比较，并不是说我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好的，而仅仅就是我来看看这里长什么样子。还是种水稻比较多。日本这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栽培技术，在他们奇奇怪怪的栽培技术之下，种出来的东西卖的经常是天价。才看到他们这里有些地方是用太阳能来发电的，这儿好多地方都是用光伏发电的。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墓地，就是建在铁路旁边。我还发现日本的很多房子它建的都非常的朴素，没有太多花里胡哨，而且他们的房顶都比较统一。现在的温度是16摄氏度。日本女生好勇敢啊，她们从小就要穿的这个裙子，而且是光腿穿的。我们从高崎站坐到长野站，票价是4000多日元，也就是200块。刚才下车的人下了老半天，抢了非常久都没有下完，快要发车的前1秒钟我才跳上这辆车，差一点没赶上。我得表扬一下日本新干线这个座位的空间，太棒了，太舒适了。放完我的包，腿部空间还有2个拳头。现在是晚上的8点23分。我没有买便当，还好我有存粮，所以呢就只好看便当当做晚餐。我刚出这个 JR 列车，你们看，哇，好漂亮啊！青旅在距离这里550米的地方，再看一眼，太美了吧！本来一身疲惫的，突然间
看到这种美景，精神为之一振。在漆黑的日本的乡村街头，我在这次出门之前，我在福州练了点功夫，中国功夫。这里的气温好低啊，现在温度是12度。哇，这里真的是超美。这里是农村吗？明天早上要好好看一看。但是如果说城市的话，也不像城市，肯定灯光更好看。这好像是一家一户的小房子那种的。我有这么黑的，连个路灯都没有的。我刚才一直觉得这有房吗？这有农舍吗？还真有，不会就是这一家吧？哎呦，好像就是这一家哦。哇，是在这儿吗？哦 ，OK，Sorry。OK。Only me。哦，这个旅社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费用是4000日元，他居然没有多收我的钱。Thank you。啊，淋浴间还挺干净的。And where？ 都是 OK。OK，Thank you。他们这个下铺离地板挺近的，我觉得我还是睡在上铺。又是长途跋涉的一天，来到这边比较晚了，然后外面的风景看到点灯光，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乡村嘛，他们休息的会比较早一点，就是外面呢现在都是黑漆麻乌的，不方便出去了。刚才的一个长野站，然后到这个一社，再下去还有一个什么村，马什么村，然后再下去还有一个安坛野，都非常好看。如果大家对这个日本的农村感兴趣的话，我推荐你们走这条线路。但是我现在目前自己也还没有看到过，我只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些照片，非常的心动。好的，大家晚安，明天早上见。我昨天晚上住的这个房子就是典型的日本农村的一户建，它这个是全部用木头来制作的，然后这个他们的屋顶都是比较统一的，都是这种瓦片屋顶，跟中国的屋顶有点像。在房子的正前面有一大片农田，然后这里还堆着一些柴火，晚上呢就是可以在这边来烤烤火。这下面哇，太漂亮了！这下面其实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梯田景观一社。这里还有一个老爷爷在收什么东西。这家青旅嘛，昨天晚上就我一个人住，略略显得有一点无聊。其实我觉得住这种乡村青旅啊，就是人多其实是最好的，最好是周末的时候来，就可以一群人坐在这个户外的位置，然后烤烤火啊，聊聊天啊，那感觉真不错。没想到我真的住到了日本农村里面来。日本农村跟中国农村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比较，我觉得都要去看看，你看了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我目前的感觉，第一点就是特别干净，就算在这种非常偏僻的农村地方，也都没有什么垃圾到处都是那种情况。另外，第二点呢，就是他们的交通特别好，像这么偏僻的农村，就是都有电车可以直接到。相当于我们的地铁、轻轨就可以直接到达像这种农村的地方。第三个啊，就是他们的整体规划特别好。他们这些房子感觉不是随意乱建的，就是建得特别的方方正正、规规整整，然后都是统一的一个建筑风格，就看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那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哦，这是日本。哇，这幅画卷就感觉特别像马丘比丘。日本的马丘比丘 ，Hello。Japanese じゃない。No， China。あ、やっぱり。他们在插这个水稻，
据我所知，全网没有一个旅行博主来到过这儿了吧？没有吧？哇，好漂亮的梯田哦！哒啦哒。还有一点啊，我就发现他们就是农村这儿的普通的居民，真的特别的友好热情。哇，可能像东京这些地方的日本人啊，可能会有一点边界感，应该说是严重的边界感。他们不希望别人去打扰他们，然后也不会主动的跟外来的人去攀谈聊天。但是这里就有点不太一样。哇，太舒服了！日本的水田，他们通过这些水渠啊，把水从上往下去灌溉这些梯田。我们觉得是风景，但是这个就是他们日常的生活。这个梯田，咱们来走一走。这个掉进去了。这些田也都是分配好的，11号田、12号田。这里还有一个学校的17号田。这些小木桩是让人坐在这边看风景用的。他们背上都写着米字，哎，好想问他们点问题。Yes, I'm Oh. university student. University 学习农业的吗？ Yes. Japanese name is Hanada. Hanada. This is Hanada. Big surprise. 这里的农田在日本很出名吗？ Yes. This Hanada is very famous for this country. 何も食べて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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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な Maybe summer is light up. 嗯， Light. 是花火吗？ Light up. 夜景。 Yes, yes, yes. 干农活。 Yes, yes. Only today. Only Only today。 today. 哦，他们是日本东京的大学过来做实践的。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教育里面可能对于动手能力这一块特别重视。这一路的景色啊都不错，从长野到这个一社，然后后面中间还有一个麻纪村，再到安潭野。这边是在体验插秧。想不到日本也有开心农场这个玩意儿。远处还有人在露营呢。车里的人在这边体验生活，然后在午餐。哦，还有这个哦。哦。For me？ 哦 ，OK，Thank you。这个是这里的特产吗？Oyaki。便当。How much? How much? 哦。OK。How much? OK。おいしい。哇，这歌好好听哦！这是日本的传统民歌吗？怎么这么熟悉啊？
在日本农村吃的便当，还有这个音乐可以欣赏。他们刚才当地买的一个雪菜饼。筷子、湿纸巾一应俱全。给你们看看日本的便当，2个饭团，一些小咸菜，然后这个有点像天妇罗的东西，饭团。小咸菜的味道很特别。人生を巡る这列車の种体验好特别哦。这个将是是最後の曲に杏なり子腌制的。ます。最後の曲は日本のポップスの中でも有名と思います。这些小咸菜不是ちょ都是っと楽器を咸的，都是一个味。那有甜有咸。哇塞，哇塞，哇塞，朋友们，这个味噌汤是我在日本喝过最好喝的，它一点都不咸，而且加了大量的蔬菜，特别好喝。他们天天看着这样的景色，能不长寿吗？哇，这个到这里你会觉得整个身心都非常的放松，加上吃的这么健康的米饭跟蔬菜，这里的米饭哦特别好吃，不知道是不是我饿了。日本有人赠送的竹蜻蜓。那日本人吃完都是把垃圾带走，他把垃圾放在他的包上面。然后你们看这里，虽然刚才进行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没有一个人丢垃圾。这就是在日本为什么到处都很干净的原因，因为每个人都不会去破坏环境。突然下雨了，来躲会雨。雨水说下就下呀！前面这个是日本农村的一个普通民居啊，他们的小别墅，你别说，还建得挺好的嘞。我真觉得日本一色站啊，真的太可爱了，太漂亮了。咱们进来躲雨，也要前往咱们下一个地方啊。一路淋雨淋过来的，这个是发车时刻表。然后看一下，他们基本是1个多小时一班车，一出站就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那种农田梯田景色。现在下雨了，不是很清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夜景，非常好看的这个展望台，100多年，125年的车站，哇塞！然后海拔高度是547米，日本车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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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位。当时开业的时候，昭和9年，是夜景，大部分都是用木头材料做的。当然，因为它是还正在使用中的车站，所以肯定还会有翻新。我翻译了一下，这边有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故事。大家看到这幅图了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电影，是日本弃母的一个传说。这位老母亲呢，即将被她的孩子所抛弃在山上，但是她仍然担心自己的孩子，这折断树枝便藏着一个人的标记。她呢，折断树枝是为了作为路标，担心自己的孩子在舍弃了她之后找不到路回去。其实当时这个日本电影拍的最主要是反映当时的老年化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并不是说，我查了很多资料，并不是说日本社会以前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弃母的这样的一个传说。但是那部日本电影的原型，它的灵感就来源于这个车站，遗就是年老的老人，舍就是舍弃的意思。就是他折断树枝之后，好像做了一件事情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然后立了一个很大的功。于是呢，这个地方就明白老人的智慧是非常可贵的。然后从此以后呢，就禁止抛弃老人，家家户户尊重老人，和睦相处。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个车站，所以我决定买一个他们的纪念券。
这是200日元，就相当于10块人民币，留作纪念吧。他们这里是可以进来的，我原先以为不能进来。然后他还倒了茶，真的非常古老的车站。这是一个暖炉吧，取暖的装置。啊，我刚才淋雨过来，身上都湿了，正好烤火。啊，来请我喝茶。这一刻你会感觉到特别的温暖。Thank you。还有一个小吃可以吃。这难以想象，在日本的一个车站，脆脆的，咸咸的，但是不是太咸。哎呀，车来了！嗨，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日本农村游的第3天了，你们看我衣服都换了。昨天呢是下着大雨，然后我后面就没有再拍了。现在呢，我到的是松本城。今天我们继续探访日本农村，我们今天要去的一个地方叫安塔野。那去安塔野之前呢，我们先来这里吃一顿早午餐。你们看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然后再说一下昨天住的这个松本，是整个就是长野县地区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城市吧。反正我昨天过来发现这个城市的建设啊，各方面啊，就是还挺城市化的，并且啊，它是离另外一个日本非常著名的风景名胜地上高地非常的近，所以很多人呢会把这里作为一个中转站。我今天点的餐上来了，这个是一个贝类的刺身，有1、2、3、4种贝类。我点的一个竹轮天妇罗，我特喜欢吃竹轮，我真的特喜欢日本这个贝类的寿司。这个要花掉日元2100，就是人民币的100块钱左右。现在这个是松本的车站附近，非常的繁华，各式的餐馆啊啥都有。昨天晚上我住的是胶囊旅馆，回来的话给你们看一下。松本站，我们坐电车到一个叫穗高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木头小车站。在日本的很多地方，在我们国内是鲜为人知的，但是呢，在日本他们当地啊，非常的出名。How much? This is the first 30 minutes, 300 yen. 30 minutes 300。Cheaper than this one. 哦，他说那个会比较贵一点，然后让我就介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的话也不便宜啊，15分钟100。哦，to scan。So, over there, the motorcycle shop, 1 minute. Okay, walking. 哎，这里好便宜啊，1个小时200耶。Far away from here. Not far. No far. Yeah. Just city bike enough. Yeah, exercise. And e-bike is easiest. Easiest. Yeah. Japanese. This is English. Japanese okay. Japanese okay? Yes, Okay, I'm okay. Chinese. Okay. 我觉得看他们日文比看英文更容易懂一点。It's easier than English. Cool. Maybe 2 hours. 2 hours. Yeah, maybe include sightseeing. Okay. Here, e-bike, off. Heavy bike. Always on. 哈哈，我租了一辆电动的，这个是电源。他们这个电动车很简单，就是电源一直开着就行了，一直开了它就会有一个电助力吧，就骑起来更轻松一点。老板非常贴心的给了我一张地图，还把地图夹在这里，还给我的篮子垫上了一个垫子，因为看到我有这个设备，拍摄设备。哇，这骑起来太轻松了。蓝色的就是自行车道。日本农村真的让人好舒服啊，好漂亮啊。乡村田野，而且贼干净。你们想在日本农村住下来吗？这个是这家的小院子。它这个是阿尔卑斯山脉，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脉，在冬天的时候他们会有雪的。他们的小水渠也是超级干净。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麦穗，哇，好好看哦，毛茸茸的。
哇，这些日本农村的家，这里也是，我觉得特别像瑞士，有没有？又是一个平替版的瑞士。不敢相信这是在日本。我们现在要去的一个地方啊，是瓦萨比农场。据说日本大部分的瓦萨比都产自这个农场。走着。大碗瓦萨比农场的地图，尝一下瓦萨比冰淇淋，买到了，一点辣味都没有。Hier om 4:30. 哦， Half uurtje. Ja, dat haal je makkelijk. Ja, dat haal je makkelijk. 就是用山葵直接磨 Neem 磨 een 磨 selfie 磨 met die 磨 wortel, 磨。 dat standbeeld. 好辣！瓦萨比是适合生活在阴凉的地方，所以要遮一个阴。据说因为长野这边水质特别好，所以种出的瓦萨比呢就特别美味。这个水也太干净了吧！这边是2条河流汇成的一条河流，但是在很长一段路它们都没有进行一个汇合，因为这两边的水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啊，瓦萨比的它的生长的虽然是在土里面啊，但是它的土这个四周全部都是泉水，这个泉水非常的清澈。这里有一个让你体验水的地方，可以让你触摸一下。我们来摸一摸。哦，好冰哦！它有一种很清冽的感觉啊，难怪种出的瓦萨比会那么好。它是北阿尔卑斯山的雪山融水，变成地下水，然后以纯净水的形式注入山葵田。山葵的 baby， 好大一只啊！这怎么长得有点像三文鱼？这个水貌似是可以喝的，泉水。可以喝的泉水。这里有一片日本的雨风筝。这几位是这个农场的开拓者，然后我看到啊，他初代的创业是从1886年开始的，到1941年。这有一个卖特产的地方，瓦萨比酱1260一管，我觉得可以啊。不妙，这要冷藏的，10度以下。瓦萨比的饼干。难道瓦萨比的初润唇膏，还有一个空气清新剂还是啥的？最后我还是买了一支回去。它这边有一个保温袋吧，给你装好了，里面还有一个冰块，要另外付150日元。不过我觉得安唐野最好看的还是这个山村田园景色，骑着自行车随便乱晃瞎晃就很好了。走上了一个小桥，然后看他们这个风景。被这里的水质给惊呆了，觉得他们的房子建得还是挺好的。这里是一个叫早春赋之歌的地方，可能是他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首歌的一个诞生地。早春赋之碑，噜噜噜噜噜噜，啦啦啦啦啦啦。现在是5点半，这边几乎都关门了。我本来还想在这边吃一下什么乡土料理，没有了，全关门了。他们冬天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眼前这幅个山。夕阳照在房子上，真好看啊！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让你们在日本农村居住，你们愿意在这边住吗？
现在回到住宿的地方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日本人有多细节。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住在这里了，这仅仅是一个胶囊旅馆。首先呢，就是这里啊，鞋子是不能进去的，得在这里脱鞋，找个地方放一下。这个是胶囊旅馆的公共空间，烤箱、微波炉、筷子、餐具、茶叶、咖啡、湿纸巾。在日本，你吃东西你不怕没有湿纸巾，这里还有冰水、冷水，还怕你喝水太烫，然后喝完用过的杯子放在这里，它会进行清理。还有个自动卫生纸的一个机器，一次是50日元。整个胶囊旅馆都有这个加湿器。他们这个旅馆是有大浴场的嘛，所以会有一些一次性用品。这个是搓澡巾，然后化妆水、美容液、洗面奶，啥的。这个是绑头发的，这个是卸妆纸巾、棉签、牙刷、头梳、刮毛刀。还有提供浴袍，这是女的，这个是男的。在进房间之前，我们去看一下卫生间。女士的一个卫生间啊，你们看这上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它会提供卸妆、洗脸，还有这个爽肤水，然后这个是这个是乳液。吹头发方面，除了吹风机之外，还有这种直板夹，那他怕你刷牙的时候没有水杯，这里还有一次性水杯。这个是日本的标准的马桶，也都是可以冲屁屁的体重计。然后他怕你洗发水用不习惯，给你准备了非常多种洗发水、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这个呢就是我的床位，它这个是一个小间的。昨天就来了，东西都放的到处都是了，然后会有一个桌子、衣柜。它这个床啊，我这边是下铺，对面就是上铺。每天会给你干净的拖鞋跟浴巾，还有这个床啊，它后面这个是软垫。你们就说细节不细节吧。如果有人要问我日本的农村是不是比城市更好啊，我的答案肯定是的。好了，下一个视频呢，先带你们去日本人最喜欢的一个徒步圣地。下个视频见了，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下个视频见，拜拜。